赞赞的，就是每一家都不一样。胜利女神的意思，这就超多 Lululemon， 大概是因为这边的人很爱做瑜伽吧。还没有阿罗都会来。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理想型。我想他一定没想到，2000年后这个理想型会投射在一家卖二手衣的店。嘿，我是兔兔，旅居美国，代购15年，玩鞋30年。今天让我带你逛逛，在美国竟然有一间用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来命名的二手店 Plato's Closet。我们先一起看看他们是做什么的，他们的初衷是什么，他们怎么做到的，然后一起来聊聊我的经验，聊聊有什么好买，怎么买，当然还有最刺激的争议与批判，最后再一起聊聊生意的循环跟1万次定律。准备好了吗 ？3、2、1 ，Let's go！Plato's Closet 是全美最有制度、最有规模的青少年流行服饰二手店。他们不只卖，他们也跟你买，所以你可以把家里穿不到的衣服拿来卖给他们，也可以买到很实惠的二手服饰。Plato's Closet 是 WeMart 旗下的一员 ，WeMart 是上市公司，专门打造各种二手商店。WeMart 可以说是盈利事业主的二手货之王，这个我后面再细说。Plato's 全美有超过500家分店，几乎每一个有炸鸡、汉堡、薯条 drive-thru 的附近就会有一家。在美国，真正的二手货的王者是 Goodwill， 但 Goodwill 是非营利组织 ，Goodwill 在做社会价值 ，WeMart 在做的是市场价值。Plato's 是加盟的，每一间店都有一定的自由度，每一家店的风格非常不同，他们自己跟客人采购，所以其实很直觉的就是这个区的人喜欢什么会买什么，这个区的店家就会收什么卖什么，他们买的往往就是这个区的人卖的，再转手卖回同一区的，大家可能都来自同一个社区，只是角色不同。间接也实现了一个社区循环，这也是为什么一走进去就可以很直观的感觉得出来每一个门市的风格。那个门市在某个程度上也辗转代表那个区域的气质。Plato's 的创办人原本是 WeMart 旗下儿童二手连锁店 Once Upon a Child 的加盟主，他们发现了这个青少年市场的空缺，于是创办了 Plato's Closet。因为发展的很不错 ，WeMart 又来收购他们，所以基本上就是一个从加盟主店的创业者再被系统吸收回去的故事，把答案。那 Plato's Closet 的 Plato 不是乱取的，是柏拉图。柏拉图相信每个东西都有一个理想型，一件衣服在新品的时候是最接近它的理想型的样子。二手衣可能不再完美，但仍保有价值。而 Plato's Closet 做的刚好就是让这些不完美的二手的东西回到理想的状态。所以以后我们要给品牌取名称，很显然就该选一个希腊文的。你一定知道还有一个品牌，它的名称是希腊文中胜利女神的意思。有人告诉我，每一间 Plato's 都是独立的，所以库存是不相通的。像这个啊，就是每一家都不一样，因为它是独立的，所以每一家价钱都不一样。第一家是24，上一家14。然后这一家25，那店长有跟我聊到，有时候他们彼此之间会互补一些，譬如他的仓库多了，另一家的仓库少了，可以稍微互通一下。那每一间店与店之间的差异，也可以看成是每一个市场之间的差异，这是去中心化的零售，也是 WeMart 最聪明的策略。3秒讲解去中心化的零售。所谓去中心化的零售，就是总部不插手进货，每家店自己决定收什么卖什么，由在地人支撑起整个流通。Plato's 也一样，比较好的社区的东西品牌可能比较好，那同理也会反映它的需求。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的东西又比较好，如果要卖，也许可以考虑拿去比较好的区的 Plato's 卖，很有可能他们才是货，很有可能那正是他们需要的。其实这就是 business， 连榨干剩余的价值都要找到适合的 market， 这就是商人最该懂的一件事啊。东西不只要好，还要放对市场。我的经验，这个流程很像一个微型的市场交易，就是你带来供给，他给出需求。那我去卖的时候不知道是独立的，所以没想到带来的东西，如果这间不要的，可以再拿去下一间，也许下一间就要了。所以现在你知道了，要多试试看几间。我记得我把我穿不到的衣服整理好拿去，填一些基本资料，他们就开始分类，就去逛逛别的地方。没太久，他们传讯息让我回店里，给我钱或是给我 store credit。他好像也不会给你清单列表，说他要什么或者他不要什么，你就要自己看。有的门市会有小黑板或看板，写他们的折扣活动，也写他们偏好什么、需求什么，可以跟他们聊，他们都会讲。这个也算是我们要做的功课，要了解市场，不然退货率会很高哦。毕竟人家是打开门做生意，这从头到尾都是一门生意。Plato's 主攻的是年轻人市场，店里很多年轻人的服饰、球鞋、包包、配件都有，主要是二手的，但也有一些是新的。有一些品牌的东西还挺好的，他们的货是收购来的，不是捐赠的，所以东西没有便宜到像是不要钱，但也不贵，而且收购的有挑过，所以品相好一点点。加上每一间是独立运作，风格各异，所以寻宝的感觉其实更强烈。各种品牌都有，连好久不见的 Superdry 都有，这就超多 Lululemon， 大概是因为这边的人很爱做瑜伽吧。这种东西就是典型的，很贵的时候就很多人穿，在它变得很便宜
宜的时候才会有人说没人穿了，会有差别，就是因为有人追捧。它曾经很贵，就是因为它曾经有市场。所以你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些品牌的生命周期，也可以看到一些曾经的自己。传说在比较好区的门店，有机会看到更新、更多品牌、更好的款式。当然，价值不绝对等于风格啦。但如果花差不多的钱可以买到大牌子好东西，那赚到的感觉也是相当爽快。现在就有 Lululemon， 还没有 Alo， 接下来就有 Alo 都会来这。那我个人的观察，就好比好区的 Platos 比较多户外运动的品牌，比较多 outdoor 的品牌。大概就是这区的人比较喜欢户外运动，那如果你也喜欢户外运动，就可以策略性的选店逛。那不同文化社区的 Platos 也都不太一样，比较街头流行的区域的 Platos 就会比较多潮流服饰，这个很明显。每一间的折扣也都不一样，所以也可以说不存在两家完全相同的 Platos Plus。每一间 Platos 都在做同一件事，就是理解市场、迎合市场、服务市场。来啦，讲生意啦！这种二手店最常被抱怨的就是收购太便宜啊，太差的不如预期。但这种事真的见仁见智，你的宝贝在别人眼中可能真的还好而已。退一万步说，你要拿来卖，就是对你已经没有用，对你而言它的价值可能已经归零。拿来卖其实就是在发挥它的剩余价值，这个价值就不是由你决定，是市场决定。那另外一个也是这种二手店的万年争议，就是真假货，这是最让人批判的地方。其实市面上流通的假货赝品啊，要比我们想象的多太多了。知情贩售假货就是重罪。理论上啊，知情跟不知情好像有差别，但其实本质上啊都是同一件事。所以现实是灰色的，这就像是一场罗生门，最后买单的往往是资讯最不对称的那个人。很难说这个对错，只有市场价值的在分配。说实话，逛完 Platos 真的会给我一些冲击，会让我未来买东西之前三思而后行。有时候夜深人静，真的会发现家里的东西真的太多了，这也是资本给我的震撼教育啊！在资本推波助澜下，每一年每个季度都会不断有新款新品上市，资本也总能想出各种花招，不断洗脑你啊，洗你穿什么品牌啊，洗你不再穿什么品牌啊。那这就是资本猛烈操作的节奏啊！推新品，造需求，再折价，再清仓。那我们在这循环里挣扎，买卖。再买再卖，其实也是另一种生意的循环。那与此同时，世界上的某一个角落啊，有人可能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那我们就在这里纠结买太多该怎么办？有时候想想，我们真的很幸福啊。好啦，那 Platos 就逛完了。我今天在这边看到一双 New Balance 990 V2 吧，我想到的就是这是一门生意。其实我自己也做了这门生意10几年了。这双鞋18块美金，买回去整理一下，放上网大概可以卖50几块钱，东扣西扣大概可以赚到10到20块美金，多不多难不难先放一边，这就是生意的本质，就是不断找到东西，找到市场，找到价值，然后重复1次、2次、3次、1万次，在那1万次的过程里，你会不断调整、不断学习、不断进步。可是很多人2次、3次、5次就放弃了，因为这真的很不容易。这也没有像社群上那种个人简介里写的那样光鲜啊，创业者啊、自雇老板啊那几个字背后都是常年的磨。真正要动手做的时候，很多人嫌累、嫌脏又嫌麻烦，最后撑不下去。一直以来都不是容易的，这世界本来就没有容易。更多人其实第一次就放弃了，他没有尝试1万次，但他能找到1万个理由不去尝试第一次。所以，如果你不是找理由的人，加油，我们一起加油。那如果你喜欢美国生活、shopping、折扣店这类的内容，我们每周都会更新，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了。想看什么店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人生继续，我们下回见，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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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